我觉得我要先回工位，把东西整理一下。好。老师们在会议室里。节后余生宝宝，起来抱一个。终于结束了，天哪，不容易。棒棒吗？你很棒。想哭。你们俩感觉怎么样？我感觉终于解放了。我不说了，姐在路上哄了我一路。你咋了？我又道心破碎了。哎呀，这回没哭哦。我现在一直在等待审判，我就等待等会儿一通狂风骤雨。哎，不会，就一瞬间，就转场的一会儿。你心态真好。那不然咋办？又来不了，不然就不能再来一遍。他今天很棒哦，棒棒，我也夸夸你。你们要吃啥吗？有好多买了啊！谢谢老师。哇！晨晨老师送温暖。他这一问，我怎么给问饿了呢？我也是，我也有点。怎么没人问我呀？嗨，老师们好。吃点东西吧。怎么这么蔫儿呀？仗都打完了，开心点儿。我们在复盘，越复盘越 emo。哎呀，睡的。师姐，我们到了。大林子，走了，下车了。我脖子疼。冯林老师看到这一段会不会要求剪掉？过于可爱了，怎么还会有这一面？来吧，你师姐在车上睡着了。晨晨姐，回来啦！回来了，回来了。Hello， 晨晨姐，辛苦了。对，人都定住了。已经感觉被抽空了，感觉现在一句完整的句子都组织不出来了，榨干了，榨干了，真是榨干了。我们到哪里去？来，我们到这儿小会室，我们来这边吧。赶紧开会吧。赶紧了解一下，我们心里有很多疑问。无数个为什么？无数个为什么？哦，好的。哦，来了，朋友们，从来没这么紧张过啊。我们最想知道的是第二组的最后发生了什么。这个我来交代一下吧。好，这个很关键。我们要求他们就是设计好你们在哪儿交接，但是他们设计好了，但是他们迷路了。哦，迷路了。郑世文和庞真迷路了。他们的点是什么？倒不是说交接的问题，是因为他们过早的就开始收了。哎，对，这是对两个问题。对。那你们在现场的观感呢？我是从第一组到第一组全从头跟到尾。第二组抛开刚刚的交接的时候的一些问题，我觉得第二组是最严密的，就是两个人无论是配合还是各自内容呈现上都是非常非常严密的。最严密的这个评价，严密在直播里是个好评价，好评价啊 ！Yes， 天平开始往我们这倾斜了啊！真的，就你要让我现在选员工的话，这俩可以上班。绝对。我觉得我现场感受啊，只是我的感受，不是事实。是硬撑。我感觉是，但硬撑能够撑得这么好，我觉得挺厉害。那个硬撑绝对是给彭真加了分的。好，组织投票吧。给了谁？给了谁？我们完全从心而选，好不好？我选庞真和张世文组。你还是觉得他们？因为他并没有说啊这个时间不够了，或者说这2分钟我就跑了，他还是硬撑把这15分钟给撑完了。一票了，一票。第一组总体完成度也是可以的，这几个展位选择，包括每个地方有什么东西都介绍到了，不会像有些人的那种松弛跟逆胆，我是演出来的。子泰不是的，我觉得他就是这个样子。直播这一趴真的加分，对，这么优秀。其实我说实话，最出乎我意料的是第4组，我觉得他俩可看性比较强，讨喜，对观众缘。就我甚至觉得他们是故意的，就是故意给我们3个出难题。本来我们看的前45分钟觉得这个评比应该是最简单的一次，居然就在第46分钟给我们来了这么一下，就没悬念了，完全是在整蛊我们3个。
就没苦硬吃，你知道吗？就没苦硬吃，一定会造出点什么事故和意外。可能导播、编辑里面都在骂。我的天呐，我们这简直了！好激烈。又在争辩，又在争辩。别争了，别争了，别争了，给个痛快，给个痛快。我真的不想苟活，给我一刀痛快的把我救救了。你看，玉哥也要痛快，玉哥也要痛快，我也要个痛快。给人没招了，看似情绪稳定，实则没招了。又是煎熬的等待。好，同学们准备收邮件。来了来了，我叫一下，快！啊，来了，又发邮件了。我马上要把那个账号注销了，同学。真的受不了了，你不要给我公布成绩了，我去。总要面对的。哎呦，哎呦。发了吗？没有。为什么每次都要用发邮件的方式公布啊？我会吓死。我不想经历这种。天天看那个保研文件的感觉。我们还在等待，是不是？我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干别的事情。哦，来了，朋友们。好了，你们可以查一下自己的邮件。我也不想看。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那个人。看谁先出声。哎。可以，必须的，必须的。好，你们坚持的好。等一下，你不是坚持选第4组的吗？你怎么加入我们机长了？我这有点恍惚了。我最后我这个人听劝呀。太棒了！等会儿听一下复盘。我选庞真和张世伟组。再怎么说，第2组有一个时常安排的硬伤，但是也还不构成重大差错。我觉得这个是由经验不足造成的。我基本同意陈老师的观点。第2组，反正就是除了结尾，剩下几乎没有什么可值得挑剔和指摘的地方。最核心的，它不是事故。那这轮考核优胜者就是第2组。世文太棒了，庞真太棒了，太棒了，庞真。庞真没失败过。还内耗吗？还内耗吗？啊，还内耗吗？这么疼的内耗。没事，谢谢我的解宝。因为我感觉上次你在第2个课题的时候，你展现出来的那种领导力，还有我跟雨佳也聊，说你可以快速的把一个框架理得很清楚。我感觉这个能力我非常的心向往之，想来学习一下。领导力和逻辑思维。庞真真的是 offer 的有力竞争者，绝对的，庞真已经能发起极有力的冲刺，各个方面都特别的好，对，真的。科班出身，专业基础，对，但是还有是真实的一线的经历3年，然后又有领导力，但又有亲和力，这2个很难结合在一起，这太难了。他负担可重了。我现在每次都给自己上最大压力。
谢谢宝宝，完全是被你放心了。你可千万别说这种话，团队合作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完成的。所以现在还有3个0分，3个0分。这个东西心情会好一点。谢谢。没事。算了吧，没关系，我觉得我们就接受就好了。那下个课题再努力呗，没事的。你们如果想要跟老师来复盘，可以来找我们。走吧。随时都可以，好吗？其实对你们每一个组，我们都有很多话要说。找那个老师，找白雪雪老师。所以我现在觉得你的0位更伤感了。是肯定的，就是你要表现的不好，0分也就0分了。今天其实表现的还不错的，对吧？今天真不错。然后结果还是0分。对。薇薇，不知道说啥呢？去找哪个老师？去不去？我先看看我们的那个回放吧，咱俩都不知道咱俩啥情况，总是自我感觉良好，但实际上就结果很差，为啥？真不差，真不差，真的不差。没有，谁说结果很差？我觉得就很好。结果就是很差啊！这结果还不差。不差，我觉得我们表现得很好。没事儿，但是我很开心这次跟你搭档。他这搞得人好难受，老是很想哭，不知道为什么。哎呀，你别不是，就搞得人很拿不起放不下的感觉。哦，连伟真的很棒啦。没关系，我觉得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有他的安排。魏魏，哎呀，你今天那么多老总安排的，对，恰到好处。其实我从小到大都特别热爱播音主持，然后成为一名优秀的主持人也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这可能是我离自己梦想最近的一次机会。如果成为一个实习生的话，我会非常坚决地进行辞职。哎呀，你看他们刚刚开始的时候，对，眼里都有光。欢迎大家来到蔚蓝客厅，我是主持人杨小薇。大家其实都很想要努力去寻找到您说的这种热爱又为之沉迷的工作。访谈组整体明显弱于新闻播报组的情况。我们或许可以使用义乌调研。我们的这个话题是一个长效性的热点话题，它始终具有一个比较高的社会关注度。太想赢了！你好，你好，我是这边想了解一下，您今天是有去展馆吗 ？Hello， 是杨总，好久不见。您觉得哪个展区的可看性啊，包括在……累不累？累，但没有到最累。因为我之前有了解过，你们更多是在做 to B 端，对不对？公布的那一个宣传片《山猫》里的是同一款。Hi, excuse me。现在的我是27岁，我今天走进这里代表的是17岁。我现在坐在艺考的考场上，去完成我可能17岁当时想完成的那场考试。挺受挫的。主要是这个组合里面操心的和付出的比较多，所以才会更加的有点。第一组非常好，非常好。不，他一定是超出了我们原本的预期的，因为这工作还挺难的。绝对，他调动了这么多自己的各方面的资源。那也别哭了，没关系的。我都好多年没有这么强的竞争感，就是我不想竞争，
我真的很讨厌，我从小到大都不是一个愿意当第一的人。我觉得我就做我自己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跟别人比呀？但是他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你如果不跟别人比，你就得走，你走你就要放弃你自己想做的事情，而我想做的事情是我用了很大的代价换的，我感觉还挺难的。不，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为什么离开这间屋子就做不了自己想做的事情了吗？说得好啊，能够交流的平台很多，你怎么知道你未来的人生不会有更多更好的机会？不能当做评判标准的。子泰特会安慰人。对。的优秀大家能看得到，真的，我觉得我是一个直觉非常准的人，而且我看人也很准，我觉得我自认为啊。但是你选的也是张诗文。子泰笑了。子泰啊，你真诚点啊，子泰。诗文会看到这一段的啊，子泰。但是你选的也是张诗文。没有，我选的是你。我选的是你，真的，我自认为我是一个直觉跟眼光都很准的人。有的时候我看到一群人当中，尤其是看主持人，我觉得谁能坐上这个主播台，谁会被淘汰，可能一打眼看过去，我就能猜个大概。真的吗？真的。那我是。你是那种行的，真的。一个0分对另外一个0分说，我觉得你行。太扎心了！哎，我觉得子泰有一种那个置身事外的感觉，对，你知道吗？他就好像没有沉浸在这小阶段的输赢里。是，他其实是觉得其实我可以接受输，对，但赢的话是意外之喜。对，他辽阔，所以每个姐姐在他面前一开始都会哭，因为信任卸下心防，但一定会有破涕为笑的那一刻，就他有这种本事。哎呀，子泰可以的，子泰这个心态真的好。我谢谢你。别哭了。你自己感觉怎么样？我们感觉最大的问题，也是我一下来就感觉到的问题，就是两个人的合作不好。你们都没有合作啊？确实，就是你们一个在前方出镜，一个在后方去协调下一个场馆，这就是很容易想到的一种配合嘛。然后我也很好奇，为什么雨佳一个人在前面体验那么多，你一定不能露出在前面呢？可能我有点怯吧，有点胆怯，我怕没有那么夸张的表现力，或者说。那不需要呀，那他有夸张的表现力，他可以做一个体验者，你可以做个提问者啊。对。你不能让他一个人在前面搞那么辛苦的事儿，对吧？核心的问题不在于不夸张，特别想帮玉哥舒展那个眉头。还有雨佳，其实我感觉你说话可以不要那么着急，你可以稍微慢一点，语速太快，有时候就是嘴跑在脑子前头了。就我性子本来可能就是一个比较急的人，他们两个也是急与急了，极端。对。我觉得你可以有意识的稍微去改变一下这件事儿。那天我们在大会议室做第2个课题结束的时候，每次我们提问，你们组也几乎都是第一个想要回答的。那你们呢？我们重点更放在了我们整体的跟嘉宾的互动里面。为什么要就是设计出这样一个互动环节？明白。要不我先说一下啊，就是你感觉一直处于一个好学生要抢答的状态，你可以去试一试，不要做那么着急的第一个说话的人。可以稍微试一下，不着急，好，不要那么迫切的要去表达，也可以想好了再说。我真的觉得这个节目对于他们这些还没毕业的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和机会。对，贴身大师课。然后其他我觉得都没有必要再去复盘了，现在已经快8点了，我觉得你们俩应该放松休息，
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因为。咱俩去，我们俩去复盘去。谢谢老师。谢老师，谢老师。等下我挡着出去。你们就别不舒服了，别难受了，别去纠结细节了。我不难受了，我就真是泪点低。没事，你到任何一个地方悄悄的再去哭一下吧，可以释放一下压力。我能够理解，就这1个小时能扛下来，其实是真的挺辛苦的。我每次直播完了都会有这种瘫倒的感觉，更何况是一次完全陌生的体验，对吧？对，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啊，我真的要疯了！哎，不行，我得去哭一会儿。我得去哭一会儿。行，我跟你一起去吗？那我们一起去。太搞笑了。这性情真实直率，来得快，走得快。他们俩需要好好沟通一下，把话说开。我觉得现在已经有点不知道咋做，怎么办？我感觉就是这几个课题做完，我很害怕一件事情，就是我会害怕我会变成一个就是很畏手畏脚的人。我现在已经不敢做课题了，就是我觉得做什么课题，我提出的点子和方向和内容好像都不对。哎呦我天哪！开始自我否定了。就我在想，如果这个时候我也能哭就好了。为啥？你为啥不哭？第2章，再哭3章。好搞笑！什么叫追人？我都不开了，我从后面看到要变得有点阴谋了。哎呦，怎么办？你别笑了，我看着你在偷偷笑。没有，我觉得你还能哭得出来。其实你说难过也就还好，但是就是想哭一下。哎呦，就是有一点儿。等一下，玩一会儿。真的好沮丧。因为我现在感受下来，做课题最重要的是思路，就是只要你思路理清楚，你不管是单人展示，还是双人合作，还是团队协作，你就不会出大错。只是说你的这个分是高一点低一点，它不会说从90变成50个9。真的，如果说今天4组是按1、2、3、4来排名的话，你们不是1，但最起码在我心里是2，我是可以这样跟你们讲的。这个其实对林伟是一个特别好的
其实他们两个都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感觉。所以你们做表现还是很不错的啊！谢谢老师。好，谢谢老师，没事，我们加油，加油！谢谢老师，相信你们自己啊！走吧，走吧，回家吧。哎呀，真的是每一次这种结果都会。对，我觉得聊聊林蔚的部分，我们先交给志胜好。就是当你看到刚才林蔚整体的表现的时候，你感觉怎么样？我觉得首先林蔚今天的表现，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超出大家的预期的，也是确实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之前前2轮的时候还是替他担心的，因为其实一直没找到他舒适的一个状态，他能展示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一次至少他作为主持人的那些很重要的一些素养都展示出来了，与人亲和的交流呀，包括一些专业的话语呀，然后节奏呀啥的，我觉得这些都是展示出来了。所以我这一次虽然他们没拿第1，但我还是挺替他高兴的。明白，他真的是做到了很多东西。但是不管是林蔚还是后来雨佳，其实他们的眼泪背后都是一种情感的折射，对，就是不自信、沮丧。对，尤其像雨佳刚才说，她怀疑自己到底在课题当中自己的那种嗅觉是不是值得珍视。但问题是它不是课题啊，它是一场竞赛。学生和进入职场，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大的差别。叫学生的排名次，的确全班50个人可以从第1名排到第50名，对吧？是。所以你可能在10来名你就挺开心的，对吧？但是职场上有很多的竞争，的确就是 yes or no，就这个 offer 发给谁？是的，得奖了只有最好的那一个。残酷就残酷在这儿。对，升职或者不升职，给你这个机会或者不给你这个机会，所以不能因为说我们没有得到那个奖，我没有拿到那个 offer， 我就对自己全盘否定到我不敢再做了。但职场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它其实有很多次尝试的可能性。就这里没有，你再试试别的嘛。它不像说高考，你就考1次，就决定了你去哪个学校，要不然你就得复读。所以学生的世界里有面对学生的竞争残酷的地方，但职场有它另外一种残酷，就各自不同的适应而已。但我们其实加油团里，其实除了俊林现在还在读，大家都在职场中待了很多年的时间。在你们真实的职场经历当中，有没有过自我怀疑的时刻？我们是怎么度过来的？有没有一些经验可以给到我们实习生小伙伴们？那可能就是长时间没有接到戏拍的时候。多长算长？对你来说？有大半年。其实不是说2个戏空的时间很久，那时候也是刚出道没多久。然后见了很多组，但是就没有后文，就没有再给你回话，哪怕不用你，他也没有再给你说，他就消失了，悄无声息就对。而且这不是个别的几个戏，它是当时的一个常态。我当时也是，我不想去见组了，不想试戏了。我每天见了戏的内容差不多，试的人甚至都高度重复。其实当时也挺难坚持的。所以你看，在真实场景里面，连那个跟你说，其实在我的心目当中，你至少是第2名，这个人都是不存在的。是0分就是0分，没有人跟你解释。我觉得可能就是当自己做的事儿和自己的预期没有达到的时候，会去怀疑自己是不是没有这个能力去到达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自己的情绪平复下来之后，就说我是觉得可能是我自己给自己定的那一步子太大了，我可以放慢一点。我觉得我对自己的评价就是我把我自己放在一个最低的状态。首先是我可能确实不如有些很厉害的人可以到达顶峰，但是我想看看我到底能走到哪儿，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目标。所以我是觉得人是可以调节自己的，你也有一个自己的规则。其实你可以很灵活的，就是稍微调动一下这个规则的松紧度。如果你现在觉得过得太安逸的时候，适当把那个发条可以调紧一点；如果你觉得自己特别紧绷的时候，适当把那个发条调松一点。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自我控制的。这个是人生智慧啊！期待值管理，不是说管理别人的期待值，也要管理自己的期待值。对。
想要压力，想速度快就紧一紧自己，那压力大就松一松。是。哎，这一段应该真的给刚才哭泣的2位，这个比子泰刚才的那个，你真的是特别好的那个，更有可操作性，这个很棒。是，那其实刚才我们看了2位的哭泣和2位的眼泪，但是最开心的事情是，哭泣都不会持续太长，身边一定会有一个温暖的人，一句温暖的话，破涕为笑，然后迎来下一步走向课题挑战的这种时刻。那最后时刻，还是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加油团的各位，送给我们。又推理成功了，你们干得漂亮！哎呀，干得漂亮！一起了，田老师，要不是你说服我，我还选4号呢。我得认真说，我这个投给2，完完全全是全林老师说服的。这个我也是全林老师，货真价实，全林老师说服的。但子琪确实不应该这么开心。子琪他也没有很开心，他的波峰波谷的挨着的，这情绪太稳定了。接下来，让我们请百事酷宝为我们点亮本季第3个渴望灯牌。辛苦酷宝，来3、2、1，请亮灯。3战3捷，渴望就可能，心动就发生。本节目由酷爽带感点燃无限渴望的百事可乐冠名播出。在本期过程当中，8位实习生是一个不可思议完成的对于实习生而言的挑战，因为台前幕后采编播导一体化，要全方位的展现自己的完整实力，他们做到了。刚才最后戴教老师也提到了，赶紧回去好好睡一觉，卸个妆，什么都不要想，因为明天除了日出，还有新的课题如约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明天他们会受到怎样的挑战？拭目以待。下期见，拜拜，拜拜。